这里是南澳洲最神秘的国家公园之一。有时候湖水就静得像一面镜子。原住民说，下面藏着一只传说级的水怪，不会说话，但却是有名的正义魔人。打算经过漫长的准备之后，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出发了。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蒙甘比亚，究竟开不开得到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Let's go！ 出发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先到麦当劳叔叔。I'm mobile order. Yep, what's the code for that one? QU44. Yep, you can check down. Thank you. OK。 You. 现在是澳洲的复活节连假，我们这次 road trip 的目标是从阿德莱德一路开到 Mount Gambier。对住在阿德莱德的人来说，这算是一个小小的轻旅行，但其实只是因为我饭店太晚订，其他地方都订满了。然后我们打算沿着海线，经过 Manage 小镇，穿过 Coolum National Park， 再经过大龙虾镇 Kensington S1， 最后抵达 Mount Gambier。加上休息，预计大概是5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总计约450公里。但你知道，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究竟我们开不开得到呢？让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我们现在抵达了第一个小镇，然后这里叫做 Manning， 它是一个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湖。然后呢，这里有一只 emu， 就是我们前几集提到的 emu， 就是澳洲最大的鸟类 emu。然后这个雕像呢，它叫 Bush Ranger。他想要阐述的是，以前这里有一个传说，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然后有人骑在 emu 上面打猎，然后 emu 作为他们的交通工具。嘉义人，你觉得怎么样？哇，我们是起火鸡。OK， 他们是骑 emu， 那么我们就来骑看 emu 的感觉。这个呢是 emu 的实际大小，我先试试看怎么上去哦。古时候的人，他们真的因为有耳朵的吗？哦，因为现在是哦 Easter， 对耶。等一下，你要我保持这个方式吗？啊，好高哦！这是 emu 骑起来的感觉，所以他们以前呢，应该就是这样子打猎的。真山顶洞人。我不知道对于嘉义人 emu， 你觉得它可以作为 emu 鸡肉饭吗？这个没有人在吃。没有人在吃吗？但是肉很多，比没有火鸡还多。澳洲好像也有 emu 的肉。哦，对，澳洲还有 emu 油之类的，反正就是这个样子。我在旁边看到了很多脚踏车，看起来是连假的时候小孩太无聊了，在这边很开心的钓鱼。我们来看看他们在钓什么东西吧。水看起来有一点浊浊。钓到了什么？钓到了什么？我猜是鲤鱼。我猜是鲤鱼，盲猜鲤鱼。Oh my god! Oh, catch anything? Can I look? What's the fish? Oh, it's a carp. Ah. It's a big one. This one? It's a camera. I just recorded my life. Yeah. Drink. Cheers. Have a good day. Oh, I should look on your YouTube channel, see if I can. 旁边的弟弟不知道在干嘛，让我们来瞧瞧。So is keep they alive? Yeah. 1, 2, 3, 4, 5, 6. 哇塞，看起来是鲤鱼串串。Monster. You are professional. See you, bye. 大家一定很好奇地上白白的东西是什么？没有错，你没有看错，这些东西就是鸟便便。身为一个专业的工作者，我有一个严格的原则，永远不在公厕剪片。关于这个厕所，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回忆。当时因为比尔工作的关系，我们几乎都是住在 Mount Gambier， 大约3周1个月左右才会回一次阿德莱德。而我的工作一直都是数字游民，只要有电脑哪里都可以。有一天，当我们在开这段路时，我的客户突然间传了讯息给我：雅翰，有点紧急，你可以赶快把稿件换一个照片，然后回传给我吗？我拿出了后座的笔电，
一打开发现，糟糕了，竟然没电了。拿出手机 Google 最近的麦当劳，竟然要距离200多公里，附近也没有图书馆，咖啡店也都打烊了，怎么办？正当焦头烂额之际，我们开到了这个小镇，不然先去上厕所吧，总是要先排水的。于是我进了厕所，排放了水分，结果赫然发现洗手台上竟然有插座，但我的插座太大了，进不去。走出来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间大间一点的厕所，里面也有插座，我惊喜的连忙拿出插座插插看，只是这真的很尴尬。虽然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不会有人再进来厕所，我也一直都保持着门开启的状态，但真的就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回忆。所以现在只要经过这个镇上，我就会进来这里上厕所，使用它，并感谢它当时给了我3分钟的电力。摩托车吗？这是一个小小的镇，然后镇上有一些简单的设施，有 pharmacy 药局，然后跟 Foodland 超市，然后这里对面是卖酒的，然后还有冰淇淋店骗小孩用的。Thank you。从维州来的车牌耶，所以他是维州狂人。还有一个 Pelican 在上面。哦，应该是 Manning 吧 ，Pelican。哎吼，小小的店卖很多可爱的东西。哦，二手店。可以摄影。还可以。哦，大部分是唱片 CD， 还有一些小瓷器们。No, how spiffy is that? Sorry. Your camera is spiffy. 啊耶！ That's a very Australian. What about cool? Yeah, good. Cool, thumbs up. No, Jesus, that looks bloody fantastic. 我看到了一双看起来有点酷的鞋，很像是海盗的靴子，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里是 Kulong National Park， 不是恐龙，也不是库龙，虽然念起来像是库龙，但是它不会唱 hip hop。实际上呢，这里是一个长得像蛇一样长长的湿地地形，细细长长的大约有200多公里都是湿地生态，就是你用 Google Map 会拉到手抽筋的那种长。这里是澳洲鹈鹕的5星级月子中心，每年有超过1万只来度假兼生小孩，我连年假都不一定请得出来，他们居然能够每年都待在这里待产，实在太厉害了。哇塞，他们钓到了好多的鲤鱼。在澳洲，因为鲤鱼是外来物种，所以呢，如果把它钓起来，就必须把它放在岸上等死，不然就要把它给带走。但我个人是觉得鲤鱼很难吃啦。不过你知道吗？在这片看似平静的水域之下，这里下面呢住着一个当地原住民传说中史诗级的怪物，叫做 Moor the Jewonk。Moor the Jewonk 是怎么样的怪物呢？传说呢，它长得像蛇一样，有蛇的身体细细长长的，然后是绿的，然后全身带满鳞片，然后在水里面游，然后眼睛还会发出红光。然后它最 care 的事情是当地的水质，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做了对不起水质的事情，比如说像是倾倒废水到水里，或者是丢垃圾到水里之类的问题的话呢，Moor the Jewonk可能就会出现，然后引发这边的海啸啊、海浪啊、波涛汹涌之类的，然后把你抓走哦。OK， 上完了厕所，也补给完毕了，让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目标——大龙虾镇 Kensington SE。OK， 我们现在在前往 Mount Gambier 的路上，然后现在经过这也是 Kulong National Park。Kulong National Park 呢是一个有湿地啊、有湖泊、淡水湖泊跟咸水湖泊，然后而且还是一个出海口的地方。然后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澳洲鹈鹕 Pelican， 然后这个国家公园光长啊，就是它的长度就有200多公里，非常非常的长。这趟去Mount Gambier的路上，我记得好像是500多公里吧。是的。对啊，你开得不累吗？现在还没开完。我们家应该超过1/3而已吧。但澳洲车子还好，因为澳洲的车子都有定速，所以就算再累，其实定速应该也还好这样。哦耶哦耶！看到 Kensington SE 的招牌了，终于快看到了。左前方终于出现了今天的重头戏之一 ，Kensington 的大龙虾，当然不是西当普利斯大师的作品啦。那么就让我们下去走走吧 ，Let's go！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我们现在是从阿德雷德要去蒙特甘比亚的路上，然后这边大概是一半左右的距离。从这边开始呢，会分成陆路跟海路。海路的风景很漂亮，但是它可能会绕一个圈。然后陆路的风景呢比较普通，就是看平原跟山这样子。那这个中间的这个小镇呢叫做 Kensington SE， 它是一个普通的小镇，但不普通的是它有一个 super 大的吉祥物，就是我身后这只大龙虾，它的名字叫做 Larry。那这只龙虾呢？你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大，它有17公尺这么高，所以它没有办法放在胸前当做 Sit Down Please 大师的作品。当然，它也没有办法放在你的水族缸里面。但是呢，它可以放在这个小镇当做吉祥物。天哪，龙虾实在太大只了，为了配合它，结果我的脸就被字幕卡掉了。让我换个角度，等等啊。虽然 Larry 呢，他现在好像是镇上的吉祥物，大家经过他的时候都会停下来跟他合照啊 ，say 个 hello 啊之类的。但是呢，他曾经也遭遇过危机，因为他实在太大了。然后这边的土地，曾经有过一度想要被利用，所以他曾经这块地跟这只大龙虾呢有被挂牌拍卖，但还好，就是当地的人民好像很爱他，所以他又回来了这样子。那我们继续走下去吧。在大龙虾的屁股后面呢，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厅。那我们来看看咖啡厅里面长怎么样吧。这也是公厕 ，public toilet closed。Thank you very much。里面还有一些卖索本尼亚土产的地方，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土产。这里有很多各种的书，是在阿德这边可以自己领取，然后可以就是当地的旅游介绍。然后因为是龙虾镇嘛，所以应该会有一些相应的产品吧。熊猫，熊猫，我还以为会有一些龙虾产品，结果竟然出现了熊猫。OK。狐狸，各种动物的装饰 ，What？ 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大一样？有啦，砧板的 logo 上面是龙虾，看起来比较多是当地人的手作，一些手作的饰品啊、二手衣物之类的。哦，这边有一些漂亮的饰品，但是 cash only， 蛮特别的。这边是一些当地人的相片，都是一些当地的小土产，蛮符合海边的风格，是吧？接下来进来就是一些咖啡店。好，我们找到 Bill 了，他在这里。我们来看看 Bill 在干嘛。Bill 你在干嘛？耍废。我在喝咖啡。在喝咖啡，味道怎么样？还不错啊，有龙虾味。有龙虾味吗？所以是咸的吗？是咸虾酥的味道，还是 Sit Down Please 大师的味道？我们是来到大屿山的。OK， 厕所也上了，咖啡也喝了，是时候该前往下一站蒙特甘比亚前进 ，Let's go！ 我们现在前面跟了一台母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不是前面那台红红的车，是在前面那边哦，前面，然后有一台，澳洲这边很流行的一种，就是后面是加了一个露营车。哎呀，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个前面的那台车，看到了没有？白白的那一台，就是连假的时候啊，或是周末的时候，很常看到这一种，后面加一个戳里，加了一个车。trailer 对，是 trailer， 然后就会出去玩，可能就可以停在一些可以停车的海边啊，或是河边。它通常会有写，就是你可以停在这里这样子，就坐在那边很惬意的钓鱼啊、晒太阳啊、喝咖啡啊、吃饭打东东这样子。前面来 Sterling， 拜拜。Sterling， 拜拜。我们现在遇到了第二台母鸡。第二台母鸡呢是一台货柜车，后面写着 Long Vehicle。刚才经过一个转弯的时候，看到它是 Coast 的什么货柜车？对 ，Coast 的货柜车。究竟我们会跟在它后面多久嘞？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什么时候可以超车啊？A few minutes later. 喂。
我们要超过这台，可恶，它不是 cos 脚车车，这是什么？好远，不知道什么，拜拜。接下来漫长的时间里，又是类似的风景，大草原，然后是牛还有羊，让我不禁想起以前课本里提到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吧。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终于抵达了 Mount Gambier， 从早上9点开到了现在下午5点，好累哦！我要赶快先去旅馆啊！刚刚太饿了，忘了说，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让大数据 YouTuber 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拜托拜托！那么我们就下一集采蘑菇再见啦，拜拜！ Welcome to Australia.